你知道吗？台湾有个地方其实全台保存最完整的日式神社，同时又是供奉抗日烈士的忠烈祠，这会不会太矛盾了？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桃园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园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桃园的3级古迹桃园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园区闹出了不小的争议。去年园方跟日本的鸟取神社合作，请来了日本的神明供奉，吸引了不少游客入园参观，但也引发了部分人士反对跟抗议。然后在前阵子呢，桃园市政府就决定把这些神都送回日本，只是这个决定又引起了更大的论战。有人觉得这个是拨乱反正，认为在忠烈祠本来就不该拜日本神，但也有许多人不满市政府的做法，批评他们是仇日情绪作祟，也强调这里一开始就是日本神社，供奉日本的神明合情合理。所以这个桃园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园区到底是忠烈祠神社还是文化园区啊？这一次的事件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想让大众一起了解某个问题，或想要宣传产品资讯，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吗？欢迎参考志祺七七的商业合作方案。第一种方案呢是制作一支8到10分钟的知识型影片，我们可以将产品结合有趣的知识内容曝光，或把特定的主题变得更好懂，让大家一起来讨论。第二种方案呢是制作40秒的广告，并置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它的制作迅速，可以多次的曝光，特别适合传达产品功能、活动内容等等。而第三种方案呢，则是 Shorts 短影音，透过有趣专属的1分钟节目内容，帮你有效的传递资讯给我们的观众。而最后，我们的志祺七七 Podcast 频道呢，有1分钟的口播广告合作方案，同样适合宣传各种产品或活动资讯哦。欢迎有兴趣的公司品牌跟广告行销伙伴到我们的官网看看更多详细的介绍吧。如今的桃园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园区，最初呢是在1938年日治时期建造的桃园神社，而且到现在都还看得到本殿、拜殿、参道啊，还有铜马等等的神社建筑元素，也因为保存得相当完整哦，而被列为是3级古迹，还被电影《Kano》选中来这里拍摄神社的场景。事实上呢，这里也是全台湾唯一没有经过大幅改建的神社，甚至是日本境外现存最完整的日式神社。而至于日本人建造这座神社的背景呢，得从1930年代说起。当时日本进入战争准备期，那为了强化对于台湾人的统治还有同化，就开始积极的推广日本的神道教。同时呢，他们一边拆毁了上百座的寺庙，一边又盖了200多座的神社。那作为日本皇室国家的象征，神社的选址也相当的讲究，多半是在能够俯瞰市区，然后居高临下的位置。像是桃园神社呢，就盖在虎头山上面，可以远眺西南方的这个桃园市区。不过在日本战败之后，这些神社也被国民党政府给接收，改作为其他功能的建筑使用了。特别的是，其中有很多的神社是被改成供奉抗日英雄的忠烈祠，而且第一间就是桃园神社。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呢，因为当时的桃园隶属于新竹县，所以呢，桃园神社就由这个新竹县政府接管。而那个时候的县长刘启光为了纪念台湾的抗日先烈，就自发的把桃园神社充作是忠烈祠使用，也让桃园神社变成了全台第1座的忠烈祠。那刚好当时呢，中央政府也要求各县市要筹设忠烈祠来纪念在抗日战争当中殉职的军人。不过在战后的初期呢，物资相当的匮乏，也缺乏适合盖忠烈祠的土地，于是各县市的政府呢就纷纷的仿效新竹，直接把建筑宏伟啊、选址优良的神社拿来当作忠烈祠使用。但有历史学者指出，用日本神社来祭拜抗日英雄，只不过是战后初期各地方政府为了方便交差，尽快完成中央盖忠烈祠的指令而采用的权宜之计而已。后来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之下呢，这些神社建筑就一个个面临拆毁啊、改建的命运。不过桃园神社却奇迹般的躲过了这波改建潮。在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后呢，一直在推动各种去日化措施，尤其跟日本断交之后，内政部更在1974年颁布了清除台湾日据时代殖民统治纪念遗迹要点，加速了日本神社的拆毁。因此在70年代后半呢，绝大多数充当忠烈祠的神社建筑就一一被当地的政府给改建成了中国北方宫殿式的建筑形态。那当时也有议员提案要改建桃园忠烈祠，把旧神社建筑给打掉。但是呢，当时的桃园县政府就因为经费不足，就一直拖延改建案，直到1985年才筹到钱，准备开始改建。结果到了那时候已经是解严前1年，政治气氛已经变得相对开放了，而社会大众对于历史记忆的保存也有了更多不同的声音。
1985年桃园神社的改建案呢，原本计划将整个建筑重建成中国宫廷风，但是接下这个案子的建筑师李崇耀呢，在实际到场勘察之后，发现这些建筑有很高的文史价值，于是他放弃自己的设计权，转而呼吁保存陈设，也获得了龙应台啊、张晓峰等等一大票艺文界大咖的声援。随后呢，拆跟存两派人马就展开了激烈的抗辩。蔡徐派认为这些神社建筑早已年久失修，历史又不到100年，还是日本殖民的象征，应该要整个打掉重建。保存派则说呢，神社无论在规模啊、建材、建筑工艺或者保存状况来说呢，都有很高的价值，不能因为是日本人盖的就要拆掉它，反而应该要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几个月下来呢，艺文界的人士不断的投书报刊，引发了广大的民众关心，纷纷写信到县府陈情反对拆迁。那在舆论纷扰之下呢，最后桃园县议会就通过决议，不拆除原建筑，更是把原本改建的这个经费呢拿来修复神社。当时的桃园县政府还有意要另外找地点盖忠烈祠，但后来就没下文了。所以神社建筑虽然是保存了下来，但也继续了当忠烈祠供奉烈士。1994年，桃园县忠烈祠被指定为3级古迹。此后呢，10几年之间进行了多次整修，政府也渐渐开始以古迹观光的逻辑经营这里，开办各种导览啊、文化活动。然后在2017年，把这里重新定位成现在的桃园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园区。现在整个园区被官方划分为2个区域，从鸟居入口进来到中门之间的部分呢是神社文化园区，主要的展区呢是原本神社的社务所。那在中门之后的区域则是忠烈祠，也就是拜殿跟本殿所在的位置，里面供奉的是革命先烈、国军官兵、正直的军公教等等经过政府认可的国家英灵。那虽然说这样看起来神社跟忠烈祠是分开了，但其实两者都还是在原本的神社建筑里面。尤其忠烈祠的位置呢，其实就是最初供奉日本神明的神殿区域。换句话说，分别象征着2个敌对国家战时精神的神社跟忠烈祠，还是存在在同一个地方。而这样子的矛盾本质，即便用桃园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园区这样子的多重身份定位，也没能够化解。去年负责营运神社文化园区的厂商跟日本的鸟取神社展开了长期合作，请来了天照大神等等的日本神明供奉，同时也宣布引进这个日本神社参拜文化，从神社的装饰啊到祭仪活动呢，都致力要还原历史风貌。厂商表示自从引进神社文化开始之后呢，入园人次就大幅的增加，从过去一天平均不到10人，变成平日呢一天大概900人，假日一天更高达5000人次。不过在供奉许多抗日烈士的忠烈祠旁边，又供奉日本神明，尤其是象征日本皇室的天照大神，也引发了部分民众跟议员的反弹。所以今年3月呢，桃园市政府就以结束阶段性合作为由，让厂商把神明通通送回日本，也一并的把园区当中的灯笼啊、旗子等等的活动装饰品全部拆除。结果这样子的决定呢，又引发了另外一波的反弹，也再度的引爆了2派人马之间的论战。有一些反对供奉日本神明的人呢，虽然认同这个地方的古迹价值，但认为只要保留神社的建筑就好，不应该连神社的精神都延续下去，去供奉日本神明。因为对他们来说，这里是现在还在运作的忠烈祠，所以在这边拜日本神对这边的英灵是大不敬。更何况厂商供奉日本神明的地方，其实原本根本不是祭拜场所，而是神职人员的办公室。那这样等于呢，是对于日本神明也不太尊重。另外，还有些人认为呢，在日治时期，很多台湾人被迫去改变自己的信仰，而这间神社就象征着这段殖民历史，所以不应该办这个参拜活动去美化它，而是要整个拆掉，或是以转型正义的方式把这里改成博物馆，展示日本的殖民统治历史。那相对的，支持供奉天照大神的人则认为呢，不管从最初兴建的目的，或是它现在的建筑形式来看，这个地方本质上就是一间日本神社，本来就该供奉日本神明，硬要呢在神社里面拜中华民国烈士才吊诡。所以请来日本神明啊，引进神社参拜的文化，只是让桃园的神社回归本质，也是一种活化古迹的方法。那有些人也批评桃园市政府现在鲁莽的把神送回日本，还拆掉神社的装饰，只是在操弄仇日情绪，而这样子呢，不仅有违国际礼节，伤害台日友谊，还会阻碍在地的观光发展，甚至也是一种对于历史建筑的破坏。不过除了这样子2极的意见之外呢，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双方的意见其实都蛮有道理的，所以建议桃园市政府呢，应该要完成多年前的未竟之事，另地新建忠烈祠来平息争议。
桃园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园区这一个从名字听起来就很复杂的地方，经历了日治时期国民党政府迁台、台湾民主化，一直到现在。而在不同的时代当中，它也一再的被赋予不同的功能跟象征意义。这些不同的象征意义汇聚在一起便造出了它现在这种暧昧、矛盾、多重身份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对我们来说呢，就很像如今台湾这块土地既多元又复杂的状况。我们觉得一座建筑能够这样子反映出历史跟当下交互作用之下那些很幽微甚至混乱冲突的部分，是一件非常迷人的事情。而且每个不同的背景、不同思维的人，对于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着不同的想象跟解读，也因此会有碰撞。那我们觉得现在的桃园神社最难得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历史的载体，也是让当下这些碰撞得以发生的场域。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确实应该要被好好的保存下来，因为除了古迹价值之外，它承载的历史纠葛跟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很值得大家去认识跟讨论。那因为桃园神社已经是3级古迹了，有形的文化资产，也就是建筑本身，其实会受到一定的保存跟维护。所以这一次的争议呢，关键可能还是在于这个地方的无形文化资产到底是什么？应该是神社文化、忠烈祠文化，还是可以两者并存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会影响到日后应该要怎么样去活化利用这个古迹。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想来问问看大家的意见了。你觉得政府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经营桃园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园区呢？就不要再办那些神社活动了吧，不然里面拜的这些抗日烈士情何以堪？B 找其他地方盖忠烈祠让神社回归神社，好好的活化发展观光。C 把这边改建成人权历史园区，记录日本殖民历史，才符合转型正义吧。D 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桃园神社的历史。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圣索菲亚大教堂为什么会变清真寺，以及文化资产为什么这么难保存。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